我们来看看呢，现在有一个国家，现在有一个地区水深火热，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那样。加萨的医院现在停止运作了，包括在加萨北部2大医院深陷炮火，而且很惨呐，没有电。您看，黑漆漆的哦，有一些保温箱，保温箱是放小 baby 的，有一些早产儿，现在没有电，死亡了，小 baby 死亡了。我们看到呢，纳坦雅胡说：“好啊，没关系啊，我以色列愿意提供燃料给你啊。你哈马斯自己拒绝接受的，我们没有杀死小孩，是你拒绝。”哈马斯说：“没有，哪有这件事情？我们的燃料，我们的电力早就被你切断了。像是这些医院是用备用电力，是用自己的发电机，可是你不断的轰炸，发电机也没有办法停止，也没有办法运作了，已经停止运作了。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加萨走廊，妇女、小孩现在急需援助都已经陷入了人道的紧急的状况了。那要释放他们吗？我们看到，于是有人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换俘，就是把这个哈马斯掳走的200人里头的小朋友跟老人或妇女，把他给释放出来，然后交换。可是后来看起来也是这个触礁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加萨200多万人每天要吃喝拉撒，食物的价格已经翻倍了，翻了好多倍。过去打仗之前这个包括面粉的价格大概126台币这个是1公斤，现在变成了842块台币，已经涨到了。涨幅超过560%你可以想象，大家可能都在抢食物了，而救援物资又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来。我们看到阿拉伯国家跟穆斯林的领袖，他们开了一个高峰会，联合峰会，其中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说，一向谈论人权自由的西方国家，却面对巴勒斯坦发生的大屠杀保持沉默，这是一种耻辱。沙国的外长说，世界在面对战争时候的双重标准，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却逍遥法外。沙烏地阿拉伯没有理会美国要求谴责哈马斯的呼声，反而是跟伊朗进行了更密切的接触，并且搁置了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所以整个中东现在的状况非常的诡谲。而加萨的冲突有没有影响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呢？我们现在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这个阿联酋，他们其实还是希望跟以色列这个台拉维夫这里维持外交关系吗？这是来自于中央社的报道。他们认为其实他们也在等待战争结束可能他们还是会继续有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个更广泛的对话。而另外我们看到中东的冲突扩散，代理人战争已经开打了吗？3周以来第3度，美国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相关设施，因为美军基地在这个地方被偷袭好几次，他们认为就是伊朗在背后搞鬼，于是呢，他们不会去直接这个空袭伊朗，跑去袭击叙利亚境内他们认为有一些民兵组织是伊朗在后面撑腰的不断的去轰炸他们的机场啊、军事设施啊。我们看到这些空袭锁定阿布凯马勒市附近的一处训练设施，以及马亚丁市附近的一区安全的藏身处这些都是拜登下令的。我们看到包括真主党。因为以色列的北方是黎巴嫩，黎巴嫩里头的真主党这个武装组织其实不断的也在攻击以色列我们看到这个是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他说我们现在要动用新的武器来攻打你以色列而且是新的目标。他们用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发射反战车飞弹，来凸显以黎边境的局势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升温了。而最新消息是这样的，真主党弹袭以色列北部，有18人受伤，1人重伤，表示这个战场也开始在升温了。好，我们来问问看亮哥怎么看以色列？我觉得关键还是美国啦，就是在拜登的压力下，以色列现在决定开放每天4个小时嘛，他叫这个人道暂停那会提前3个小时告知各方，那让人道救援物资可以进入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只有放水跟粮食啦，其他并没有放啊。其他我讲的是药品啊，或者是燃料啦，这些东西啊。所以没有燃料，那当然还是有缺电的危机啊。那没有药，那当然就造成开刀或者生产不能用麻醉药，那就很惨嘛。那没有电，以色列他的想法当然是，他要让那个地道没有办法开动那个通风设备，那你就要出来嘛，要不然就窒息死在下面啊。可是这个没有电、没有燃料，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嘛。所以事实上，以色列也是要制造一定的不便啊，那逼你离开了，那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应该有一种默契啊，就是我就再撑你，你再打一下了，那看可不可以这个打到差不多了，那我最后再来看你可不可以停啊，那显然目前啊，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以色列事实上还没有真正进入 Gaza City 做巷战，它事实上是从北部还有那个南部两边各围起来嘛，然后这另外呢，东面本来就是围墙嘛，对不对啊？那还没有进入 Gaza City， 所以以色列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在发言啊，包括国会的议员啊，包括前军情的领导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打很久。那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只要拖久了啊，那国际的压力可能会让你受不了。因为大家会扯到两个基本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到底要打多久啊？那被你赶走了巴勒斯坦人可不可以回来啊？或者是你要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啊？我说北加萨啦，那你以色列总不能都不回答这些问题吧？所以拜登目前遭到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民主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族群支持的政党，所以他民调已经开始明显下滑啊，比如说拜登现在民主党的内部支持已经低于70%，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巴勒斯坦裔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被谴责吗？那他来自 Michigan， 那 Michigan 就是摇摆州，那造成那位国会议员的 Michigan 的选民大反弹呐，结果拜登现在在6个摇摆州输了5个州。包括密西根吗？当然啦，当然包括密西根啦。那普遍的分数低的就是处理这个以巴冲突分数很低，然后国安政策分数很低，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压力会让拜登最后一定要做一些决定那目前他就是耗着嘛，那可是他面对的那个共和党是铁板一块啊，一面倒支持以色列啊。可是民主党这边不是这样，对，党内有分歧，对，它分歧越来越严重，而且你也知道，上街抗议的人也越来越多，是。那这种抗议会不会升温？我讲的升温就是不是指人数啦，比如说伦敦已经上街30万了，不是人数，因为穆斯林本来就会上街嘛，是上街之外还会不会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治安问题？或者有打架的问题那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当年反越战就是这样，一开始也是和平上街啊，那到最后就什么招数都来了，那你就要面对街头了很多小型的骚动嘛，那你的民调就会再往下挫，所以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都是在跟时间赛跑了，是。来，游民老师，到了昨天下午的数字出来了哈。昨天从前天到昨天，就是新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00个，来到了11261人，当中有4500位是儿童。那每天呢，它的数字都在200、300这样增加，跟刚开始的这个轰炸的时候稍微减少。可是呢，你如果去看他报道的那个内容，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轰炸，现在是包围，那怎么还会每天死200位？又有4个小时的这种人道，就是让他们离开。那这个死亡主要来自于医院，而且这一阵子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在就是巴勒斯坦的红色组织的主任都报告，现在他觉得以色列的军队是以医院为主要攻击的对象，因为他认为医院里面
一定有很多哈马斯的这个人多，哈马斯就多，所以他就轰炸。那现在看到的是，过去10月7号以前，来自于就是不管是埃及还是以色列哈，每天进入到这个加沙地区，给这230万人的货柜车的补给哦，是500辆，现在平均50辆，也就只降到1/10，目前只死11000人，表示说什么意思？还是有220万人以上在这个地方缺水、缺电、缺网络、缺能源，现在缺医疗，哦，那当然，刚才这个亮哥说，以色列不让你物资进去，你大笔的物资进去，可能会转为到地道里面去支持哈马斯。哈马斯昨天说，他这2天，这个击毁了20辆以色列的这个坦克。那经华盛顿邮报刚才的这个报道，我看到他说哈马斯在准备第2波攻击，这个第2波攻击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加沙市，以及会在约旦河西岸。哦，我不知道约旦河西岸情况怎么样，但是约旦河西岸现在已经多于200人死亡哦。在约旦河西岸没有发生任何的示威暴动的，已经有200人死亡。哦，那现在28000个受伤人当中，因为没有医疗，拿醋在做这个消毒，然后根本开刀没有办法去麻醉，儿童的这个开刀都必须要大声哭的，所以现在死亡会大量的增加在这些伤患当中。哦，然后呢，你当然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及时的人道物资的这个足够人道物资，那这些会引起下一波的攻击。然后你同时看到57个伊斯兰穆斯林的国家已经共同的谴责以色列。所以我觉得各位，这跟过去的以巴冲突不一样，它不会大事化小。它不会大事化小。我们统计了一下，过去啊，以巴的冲突，尤其在加沙冲突，以色列死1个人，最后巴勒斯坦这边要死21个人。那过去因为只有几十个人，所以死了几百个人。你知道1400个人，以色列在10月7号的死亡是1400个人计算，21倍是多少？3万人。现在还差19000人，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发展吗？不能。来，彬哥，其实说真的啦，虽然现在暂时它炮火没有那么猛烈，可是因为这些人还是被困在那个地方，那你进去的相关的救援物资啊、燃料啊、医疗的这些药品啊，都如此稀缺的话，其实以色列什么都不做，那边人就会一直死。他只要围在那边，那个加沙走廊里头的人就越死越多，这个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啊。那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希望哈马斯真的能够跟以色列就是暂时有一个换服的这样一个协议。那在换服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运送一些相关的医药物资啊这些东西进去？那可是我觉得恐怕未必有这么顺利啊，因为以色列看起来就是一副杀红眼的样子。因为他们昨天甚至有全球有750名记者谴责以色列，因为这一场战争是人类最近这几十年战争中记者被杀害最多的，是40人吧，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他完全不管你是不是记者，反正就是这样乱炸。对，那问题是记者的抗议有用吗？以色列甩都没甩，他还是继续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样战争已经完全进入一个非理性的一个状态了。也就是他根本没有把人类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建构的这些战争的准则全部破坏掉，他完全没在管，就是持续这样攻击。然后你说这些周边国家抗议有什么用？对，阿拉伯这些国家都抗议了，那抗议呢？结果以色列不为所动啊。那阿拉伯这些国家能怎么办？埃尔多安讲得很大声啊，他讲个半天，请问一下他有出兵吗？或者有进行救援都没有？对啊，沙特阿拉伯就在旁边啊，也没有进行过什么动作啊。那你说阿联这个时候还想要说是不是战后能够恢复跟以色列关系？他会这样想也不意外啊，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对这些人来讲，虽然说巴勒斯坦是穆斯林兄弟，但是毕竟跟他们教派不同，毕竟跟他们并不是自己的真正的自己人，所以还是有差。所以我不认为他们的这一些呼吁啊，或是谴责啊，会发挥什么作用。导致真主党的口气挺大，每天都动用新武器，结果。反战车飞弹是什么新武器？对他们来说是新武器，他们一直都有啊。真主党是全世界用反战车飞弹
最有心得的武装组织。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之前好几次在黎巴嫩冲突的时候，真主党就专门用反战车飞弹在打，打的以色列战车千疮百孔。所以梅夸瓦战车也因为真主党而获得盛名，因为他很不容易被击破。那现在看起来就只有真主党小打小闹一下。那以色列虽然讲说，你如果敢动的话，你黎巴嫩平民要付出代价。我是不认为以色列这个时候会分兵去打黎巴嫩，他大概会稍微做一下还击，但是不至于说真的动兵，因为他在加沙这边的整个手段已经搞得天怒人怨了。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再去打黎巴嫩。可是问题是加沙这个问题，我认为短时间之内恐怕没有办法解决。杨永明老师担心的是会死到3万人，我估计恐怕到最后的结果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希望不要这样哦，这个真是人类的浩劫，人类的文明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还在做这么残酷野蛮的事情，难以想象啊！而且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个拜登他应该是有办法能够做疏导，或者是对这场战争发挥最大作用的人。可是他现在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好。我们看到昨天他参加退伍军人节的纪念活动，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画面。他去献上花圈之后，突然怪怪的您先看到这个画面，他走过去献花圈，结果他迷路了。他不知道怎么回去了，一直到一队的士兵指了指这个贺锦丽的方向，他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才走回他的副总统贺锦丽的身边。所以外界呢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传言或是揣测，到底川普到底这个拜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连献个花圈之后回来就找不到方向了呢？怪怪的我们来看看呢，川普就抓住这个机会大酸特酸。他说现在白宫里那2个人那个人连2句话都说不出来，也找不到下台的路。这就是我们要和普京或者是习近平谈判的人。很明显，他在说拜登根本不适任，身体有状况。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说，拜登最近要跟习近平见面嘛，时间在11月15号，两造将会寻求恢复军事关系他说，拜登决心看到军方对军方重新建立一个关系，他相信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到时候习近平跟拜登见面的时候拜登会寻求让两军关系朝终极目标推进，可见军事是中美关系的底线不要发生战争，不要再打起来不要有任何擦枪走火，这是重中之重。而其他包括中美的晶片金融战看起来会继续。不过现在最头痛让美国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东问题。拜登是一面倒的挺以色列，美国有很多驻中东的使馆大使他们都在搜集情报、搜集舆论他们就有专电回去跟美国国内来做示警。包括美国驻阿曼大使他向华府发的这个外交电报里头引述美国驻地的外交官私下跟多位值得信任的人士的谈话，他们说警告美国他正在以哈战争的舆论战上面惨败。什么意思他们在搜集各种的这个方向，各种的情报，认为美国被骂得非常惨。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引述埃及官媒写道拜登对巴勒斯坦人的残酷跟漠视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历任总统。你对死去的这4000多位小孩，将近5000位小孩这么漠视，残酷的程度超过历任的美国总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在也门的这个武装组织之前不是好像射下了 MQ9就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死神无人机。那现在他们试图在打捞，那美方说没关系你去打捞就算你找到残骸，你也拿不到资讯。而另外美军的军机在地中海训练坠毁了有5名的特种部队官兵殉职。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说，这架军机是在训练中在空中加油，他们在训练空中加油，不幸坠毁了，而且坠毁在地中海。
他们强调纯粹是在训练时发生哦，因为有人揣测说，是不是被打下来的啊？哦，或者是因为这个地中海现在周围有这个发生战争嘛，以色列在打仗嘛，哦，有没有可能是被射下来的呢？他说没有，纯粹是训练的时候发生的意外。可是美军并没有说明坠机事故的详细位置、机型还有人员哦。有没有可能遭到击落呢？外界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揣测。那另外，美国跟伊朗的中东代理人战争现在正在进行吗？我们看到也门叛军，我刚刚讲的击落了一架 MQ9无人机以及对以国南部发射一连串的弹道飞弹。那外界或者是美国，至少是美国是怀疑这个都是伊朗在后面策动，在后面攻击各种的武器。而另外，美军基地不断的被袭击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有1死6伤，拜登很生气，下令空袭反击。过去其实必须讲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争斗或者是这个不爽太多了，我们就很简单的整理在这里。包括你看到在2019年，川普就是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互相把它射下来啦、击落啦两边你来我往。伊朗的这个革命军卫队击落美国无人机，全球之鹰。川普原先下令对伊朗反击，攻击目标为雷达与飞弹营区官员透露，当晚本来战机已经升空了，后来川普喊停，所以没有发射飞弹中间有很多千惊万险的事件。而另外，我们看到在2021年的报道其实有像这样子的事件。2016年有伊朗扣留美国水兵事件，你看。他要求这些美国大兵、美国阿兵哥跪在那里，手举起来那当然被美国人视为耻辱，所以在2016年，伊朗花车游行又重现当年的情景。我们看到，包括有一件事情，大家来看看，这是北溪1号、2号，不是前一阵子被炸吗？被炸毁。那时候大家都讲说，可能是美国人干的或者是这个俄罗斯干的。那现在华邮的独家报道说，这是乌克兰有一名上校，他绕过泽伦斯基向他报告，这个东西是他干的所以美国和西方定调为俄国所为，可是近日却披露是乌克兰上校指使其行动。可是区一名上校，他的官阶也不是很大，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们先请教亮哥。这个乌克兰能够干这件事，我看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那个深水的那个爆炸装置装在很深的位置，而且是北溪管道，它装在3个地方，不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北约这个安全警戒的范围你乌克兰怎么进去啊？你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吗？所以现在要推给乌克兰，不可能的事啦。我跟你讲，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英国人做的啦，可是英国背后的力量是谁这个题外话啦，就是英国也不是单独做的，它也要有那个周边因为那个是那个瑞典丹麦跟挪威的海域嘛那他们都不知道吗？这个就听听就好，因为那个 Hersh 不是有写了一个 report 嘛，对不对？我认为他那个真实度比较高不过那题外话了我觉得美国希望军方能够恢复沟通我认为这次中美见面最重要的就是解冻，然后方方面面的对话沟通机制会恢复了。因为中美的沟通机制各个领域大概有100多种每个部会都有那因为2018打贸易战打到现在嘛，所以就陆续就断掉了这样那这个可能都会恢复所以它彰显了一个重大的意义是，我们的关系不会再继续下坠了，开始要把它停住、停损，那看能不能有堆叠善意，那有一些正能量往上拉。可是你也不要期待会拉很快因为矛盾实在太大了所以你说一些核心议题啦，我认为双方都不会有正式承诺啦，比如说台湾议题拜登了不起就是讲原来那句话，不支持台独。那就是布林肯讲的话嘛，对不对？那说会不会买美债？中国也不会承诺。那美国会不会减少科技制裁？美国也不会承诺，就是这样可是
方方面面的对接会开始啦。所以军方，我认为不是在这个时候啦，可能是在 APEC 之后，在东南亚有一个防长会议嘛。那现在已经确定，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去啊，那奥斯汀也会去。那2个人会不会在那边1对1啦？我认为可能有啦。所以大概就是一种解冻的过程啦，大概是这样。是，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杨永明老师怎么看，包括这个拜登他的状况，因为选举快到了，还有在包括中东，包括在伊朗的部分，拜登能够 handle 这些事吗？你知道，我觉得拜登的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民主党也很希望能够有个蓝白合，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没有。那美国有白哦，也就是说所谓的中间的独立选民独立候选人，过去曾经影响过这个美国的选举啊，尤其是那个 Ross Perot 德国那个富商出来的时候，他最高得过在美国就是这个总统大选当中没有出现过的第3党独立候选人得了13%的票啊，很不容易。那当然，拜登如果这个情况再继续下去我觉得他的副总统搭档就不会是贺锦丽了啊，真的到最后提名的时候，那一位前一阵子不才刚去过中国大陆，从香港进去的加州州长 Newsom， 我觉得他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是这样子会相较对比于川普啊，那川普会提谁 ？DeSantis 似乎这2个人现在有点闹翻了不过也不一定了。这个一个是加州，一个是德州的州长，但是现在看中东啊，大家就会觉得中东一直都是这个混乱的来源，能源的来源。也是美国的主要关心所在。我觉得现在他的就是美国对于中东政策面临到一个大的考验。他已经不在乎下一个阿拉伯世代是不是还支持美国，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在乎过。美国在这里是纯粹的丛林法则，也就是纯粹的就是经济、能源以及军事，最关键的军事。所以当那57个伊斯兰跟阿拉伯的联合峰会都强力的反对以色列的时候，没有人在骂美国，私底下骂得很大了，声明当中你都没有提到美国。然后呢，特别是美国有驻军的这类国家，反而照报道去阻挡了一些对以色列这个主张更为严厉的这个主张。因此，美国现在在中东我觉得就是挺以反伊为军，挺以这没有话讲。是反伊就反对这个伊朗，为军什么意思？就维持他的军事的继续的存在。是那这个是他在中东地区作为霸权、军事霸权最关键、最重要，也是后续持续挺以色列的关键。是，来进一下广告。好，美国跟伊朗一向是世仇吗？那现在呢，在中东有战争，怎么看？我先讲一下那个拜登他前2天大家记不记得，他演讲的时候有人在那边跌倒，他还开玩笑说：“那个你要跟媒体讲那个跌倒那个不是我。”他还在开玩笑。结果今天自己又出现这种状况，我真的觉得他的健康状况真的是恐怕是他选举中一大问题。是，对他的对手一定会拿这个攻击他，是100%的。特别是川普虽然才比他小3岁，可是就活蹦乱跳成那个样子，那个比较真的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拜登跟民主党的团队恐怕真的要审慎思考，拜登的健康状况到底是不是能够应付接下来这么繁重的选战。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贤子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柯文哲最近把韩国瑜烂屌屌，一直把他拉在身边，不断的说他的好话，到底是为哪桩呢？
我们来看看呐，柯文哲表态了，他说啊，韩国瑜的态度是对的，什么意思？侯柯配还是柯侯配，要看科学数据，要看科学态度。这个柯文哲自己自曝啊，他跟韩国瑜见面的时候，韩国瑜对他说：“你柯文哲啊，选举是讲心情，你柯文哲太理性了。”那这个柯文哲回应他说：“韩国瑜是豪放的人，可是有时候太豪放了。不过韩国瑜的态度是对的。”谁会赢，支持谁，就是他的态度。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还是说柯文哲太聪明了？另一说是柯文哲太狡猾了。他知道，如果蓝白一旦不合，他必须要把韩国瑜的支持者给拉过来呀。是不是抢韩粉票呢？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微妙的变化。就在马英九前总统抛出了全民调的议题之后，昨天在新竹，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在造势。过去啊，韩国瑜都会跟侯友宜站在一起喊动算动算动算，可是就偏偏昨天，韩国瑜先到场致辞之后提早离开，他跟侯友宜没有同台，所以您看到最后电视画面出来的是这样你看到侯友宜牵起了包括朱立伦的手，牵起了包括这个林思明的手，就是没有韩国瑜有人说你们在见缝插针，可是这气氛的确蛮微妙的，因为韩国瑜公开讲他支持马英九的方案那就是全民调嘛。来，马韩挺全民调，南部据说反弹南部北宋啊。蓝营的大咖，前国民党副秘书长李乾龙就说了：“那塞安呢，我1块跟你1000块喊梭哈。”他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啦。他说啊，一个筹码只有1元的人，却要跟手上有1000元的人喊梭哈，刚有这款得力，有这种道理吗？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他大概觉得柯文哲、民众党就是只有1块钱，因为党很小，才刚刚草创。没有钱，国民党家大业大，所以国民党有1000块。你现在全部梭哈，我拿1000块跟你1块梭哈，怎么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道理呀！国民党的底线是，如果要进行全民调，手机民调占比一定不能超过20%，全民调中还要显现政党实力，这是国民党很多大佬在讲的政党实力。这个对比要到80%，意思是。政党的支持度应该占20那这个对比所谓的这个对比可以到80，以80-20分他的意思我有点搞不清楚，意思就是80是选人，20%选党，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侯柯其实也有人讲说国民党这些大佬们也太紧张了，这个梭哈说也太过沉重了。因为如果看看现在的民调，包括我们 TVBS 的民调，还有几个比较有公信力的民调。侯柯2个人的民调伯仲之间，甚至还卷麻花所以怎么会对自己的候选人没信心呢？侯柯民调互相有领先老实说，你们有相同的话语权我们选举是看谁票多赢嘛如果你们民调差不多，实力差不多，你放在桌上的应该是500对500嘛梭哈也是500对500嘛，怎么会是1块比1000块呢？大概是有一些网友是这样讲，总统局的赌桌上筹码应该是一样的吧？好，这个是各方不同的看法跟想法以及意见，我们就来看看蓝营里面的包括这个意见领袖，包括蓝营里面的这个大人们怎么想的赵少康大哥今天开了一场记者会，他说蓝白合炒民调，可是千万不能少了政党实力如果只选柯或侯他觉得政党实力没有办法在民调上面显现，所以呢，他主张柯要让5%你柯文哲要让5%给侯友宜，那实际到底要让多少可以再讨论。这5%不是白让的不是说我们国民党这个占便宜这是我们国民党实力5%最少，我们国民党有这个实力，政党实力你要放进去，这个大概是赵大哥的想法。他说柯文哲就是政治钉子户，漫天要价，希望大家将就他。钉子户这个地方我要拆了，只剩下你一个单独的房子在那里那你就可以漫天要价，我要1000万，我要2000万，我要3000万，
你不把我拆了，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盖大楼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赵少康也提醒了马英九，他说你马英九想要当这个蓝白合的见证人，你要小心啊，千万小心啊，不要被柯文哲利用了。因为柯文哲之前抓着郭台铭，现在改抓更大咖的马英九，君子可欺之以方。马英九是个老实人，千万不要被柯文哲给利用了哦。大家都在讲柯文哲超狡猾的，蓝白总统如果不和，柯文哲判至少蓝白合，这不是在绕口令哦。这个合是合作的合，如果蓝白总统柯文哲、侯友宜真的没有办法变成一组，那柯文哲就讲说没关系啦，你至少要这个和嘛，和谐的和，蓝白至少要和谐，什么意思啊？希望呢，同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除了各自努力之外，保持和谐的关系，不要再骂来骂去了，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柯文哲已经做好不和的打算了吗？来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国民党今天不是有提出一个6-4版吗？有啊，就是候选人6成嘛，对啊，然后政党支持率4成嘛，那这样就破局了啦。你说柯文哲也不会接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这个你想也知道不可能。可是朱立伦说6-4是底线呢，那就结束了嘛。我们这一题不用讨论啊，对啊，那我们待会接下来怎么办？直接唱歌啊，直接唱歌。我跟你讲啊，如果是1000块比1块，那为什么连战会输？连战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党产不正当党产的处罚嘞，那时候国民党是家大业大那时候多有钱啊，组织多强啊，对不对？结果你选出一个最穷的陈水扁，连战得票23.1%，陈水扁拿到39.3%啊，2000年你说你家大业大，组织壮盛，那丁守中为什么输给柯文哲？柯文哲那一年已经没有民进党了，而且民进党还冲康他。对，当然他那个时候是执政不太一样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首长选举本来候选人因素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国民党会说你到时候，比如说那个，我最近也听到民进党的一种说法啦，说2014年民进党是跟柯文哲比民调嘛，因为那一年我有参与，我非常清楚那民进党是后来顾立雄跟姚文智都输给柯文哲，所以民进党就支持柯文哲。可是后来我坦白讲各地的造势，都是民进党办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清楚整个过程就是民进党真的是全力协助所以你说组织在大选里面有派上用场，有尤其是柯文哲这一次，坦白说了，他如果没有跟郭台铭合他后面真的很不好选因为你中南部总要办场吧？对啊，因为赖清德一定是这样选的嘛，他到时候一定会到处热闹哄哄，热闹滚滚。现在就开始了啊。对，那如果柯文哲没有像郭台铭这样的一个极大资源的注意啦而且我坦白说，郭董在地方上也有一些人脉比如说我有看到一些候选人在陪柯文哲扫街啦，事实上有一些人是郭董的人脉那些也可以帮你动员对不对？你后面一定要碰到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跟郭董合，而是你自己选，你中南部真的有办法造势吗？就是我们所讲的总统造势，那一场都是3万起跳的，那1万不叫场对，要3万起跳才叫场那这里国民党当然就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嘛，这是事实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重的问题啦，因为如果6-4那国民党一定赢的啦。60%选人民调，40%政党民调，国民党一定赢，一定赢的啦，一定赢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双方还有一些民调公司会被去掉都会杀掉一些对自己最不利的嘛。所以你算一算，大概只有中间比如说 TVBS 联合报那中时、爱普罗，我说这个蓝营比较可以接受的，那也许政大啦、世新这一些嘛那这个做来做去我看到的啦，政党支持度国民党大概领先8到10%，8到10%，那你那个候选人怎么补
要赢至少8到10%，这很难啊，很困难，难度很高啦。我说实在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比赛规则就要双方都有赢的几率。是，那政党支持度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它比较稳定。那候选人就是每个人的表现变化比较多嘛。那政党支持度它比较稳定，而且长期就是。国民党有很多公职嘛，这个就是那个数据就是摆在那里所以因为时间很赶啊，我坦白说，国民党今天提出这个方案民众党回应大概只有2天的时间，不然就来不及了，因为还要做民调。那国民党已经定了11月19要开中常会，那万一侯友宜输了，还要开全代会，对不对？你倒算嘛。11月19你要做出民调结果，只剩2天而已，2、3天，来不及了。今天是13嘛，你15号一定要决定的啦，不然怎么来得及？你至少要有3天做民调。15号决定，16号、17号、18号做民调，19号就要开会。19号开会，对啊，你去算，你去倒算那个日期嘛。而且所有的民调公司都等你啊，真的。你以为别人都不做，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时间的压力非常紧啊，民众党大概最好明天就决定了，不然大概就来不及了啦。可是民众党如果柯文哲说不要，那就破局了。是啊，当然就破局了。好，来请教彬哥。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就是已经破局了，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当然，国民党今天推迟了他礼拜3的中常会嘛，然后刚刚又发出一个消息说，因为柯文哲说。又再次强调说，如果民调反正在误差范围内，就算我输。所以国民党现在给记者的回应是说，他们现在2党协商已经进入细节。那是什么样的细节，我就不知道。什么细节？那柯文哲能有没有让3%？有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误差范围，我就算我输了。对啊，对。那我个人是认为啦，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够谈成啊，就是不管什么形式，只要2党愿意，重点就是蓝白合。可是现在看起来。你不管时间上也好，或者整个氛围上也好，我真的觉得谈成的可能性真的不是很大。那李乾龙他讲什么1元对1000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比喻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呢？今天你国民党真的有1000吗？我觉得你是在唬我的。对啊，因为我们玩收啊就是这样子，我怎么知道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钱？我觉得你是在唬我的，对吧？你的牌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晓得？对不对？所以，因为大家去想想看嘛，国民党如果今天有1000的话。那他何必跟柯文哲合作？你就自己选啊，他自己赌就好了。对啊，你就自己玩就好。你干嘛要跟他赌？你赌都不用跟他赌啊，你就要跟他赌，就表示你根本没1000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嘛。所以我觉得这摆在眼前的事实。那赵大哥当然也很急啊，可是我老实说啦，当你要跟人家比赛的时候，叫人家先让你5%，不是先把自己的锐气都挫掉。你不是就在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输你？他的意思就是政党实力没办法这个在民调上面出现了。那这个5%的算法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其实大家的心态就是选民很焦急的心态，就是你们到底要不要合，还有没有时间让你们合？其实如果他们真的这2天可以决定，还有一点点时间，为什么？因为20号是开始登记，24号才截止。对，所以你还可以再偷那2、3天嘛。就是这样子，那看要不要逼到这么紧，一定要赶到24。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柯文哲是在截止的那天6点，他们本来他妈妈坐计程车要冲过去，要冲过去报名的，结果后来没有，对，临时刹车。会不会这一次会不会赶到这么惊险？我不知道。但是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焦虑了。那我个人是我一直以来主张都是一样，我实在想不出。就是拒绝全民调的理由，因为老实说，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的政党比较强，国民党的实力就是如此雄厚，那有什么道理你们的人民调会比输人家？我不懂这什么意思啊？那就表示你们提错人，是这个意思吗？那不然的话，你政党既然这么强，为什么你的候选人的支持度这么低？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怕嘛，就堂堂正正比嘛，因为我刚。就是进节目之前，我还在跟杨永明老师聊。我今天蓝白合的目的是什么？是蓝或白希望整合对方的力量，大家一起共同的去把民进党拉下来。你今天如果这样搞的话，就算到最后硬去弄出来一个蓝白合，结果蓝白彼此之间选民彼此看对方不顺眼，那这个蓝白合有什么用？结果就完蛋了，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重点就是不仅要和，而且大家是你情我愿，而且。
大家合完之后要愿意携手。一起达成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样才叫合作，不然的话都只是表面而已。是要合得和和气气，合得快快乐乐哦才行。来，请教永明老师。我先说我的立场，是我支持马英九、韩国瑜主张的这种对比式的全民调，大家熟悉，然后呢也很理解，它就是跟我们最后在投票的显示是一样的。各位。我们在11月13号要投3种票，总统票、立委票，还有一个政党票。总统票上面显现出来，你到投票箱里面去看到拿给你那个票的上面，正副总统都会呈现，不只是在那个选举公告上。所以呢，柯侯柯比对赖萧，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大家以前过去也是如此啊。2000年的时候，2014、2016、2020的时候，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也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决定他的党内初选。大家不都是这样子一个游戏规则吗？那你会说啊，那是因为党内现在跨的党不同的。没错，我刚刚讲3张票，那第3张是什么？那就是政党票嘛，是，不就是政党实力吗？决定了40席的不分区，那就是政党实力票。那你在总统大选上面，这个政党实力你又要加进去，好吧？你说因为选举过程当中政党实力很重要可是我们看所有的过去几次不多的这个选举，其实政党实力有的时候会突锤跟实际上结果不一样。那现在要讲这个德国式，你自己想想，德国式你懂吗？我自己都搞不太懂。所以国民党今天提的这个6-4，也就是6是这个对比式的柯和侯柯，然后呢4成是这个德国式的政党支持度的比较，不要完了。但我觉得这是喊价，他大概在给民众党在回应。那柯文哲他不照你提的回应，他回了，他也退了，他就说在误差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新的他本来喊的是互比式，也就是韩侯这个就是赖侯赖柯的这个互比式。那现在对比了，他说一样，我也退。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做民调，如果1000个人的话，那个误差可能会在3%哦，因为时间不多嘛，你做到3000个人才可能误差到1.7%哦。柯文哲其实已经准备要让3%，在马英九的提案最后一句话，今天萧旭晨说了，他说主张蓝营自己选的人就是在暗助赖清德。各位，重点不是搭配的赢，重点是大选要赢救台湾。大家我们真的看清楚，玩一个公平这个公开的游戏，让柯文哲年轻人的支持者也会去投蓝白合，是这个才是重点啊，赢才是重点呐。现在讲的那些义气的话，讲那些生气的话，其实看起来都可能会日后变历史的罪人。